夜幕下的摩洛哥中部地区，所有磷酸盐矿的开采区都在灯火通明的工作。为了保证开采效率，开采区一直是人停机械不停，各种采挖设备都开足了马力，在白色的磷酸盐地上疯狂开采。杜克矿业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里，负责生产开采的清一色是破青会的肖奇卫以及肖奇卫的家属，这主要是因为采区都在地面，为了不让死士以及死士的家人知道太过周边环境的地理特征，所以他们从不让死士及家属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从矿井里出来。死士们平日就在地下起居生活，接受训练，有任务时便会由肖奇卫将他们秘密送出。此时此刻，整个杜克矿业的肖奇卫没有一人轮岗休息，除了在采区以及精炼厂工作的人之外，还有上百人正在采区的各处继续焊接高耸的铁架。眼下大部分的铁架都已经完工，电路也已经跑通，剩下的就是安装各种各样的监控设备以及铺设监控设备所需要的线材。铁路货运厂的站台上，50几名肖奇卫正在此焦急等候。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亚裔面孔，还有少数欧美面孔以及非裔面孔。为首的男子一边盯着铁轨进来的方向，一边不时地低头看表，嘴里念叨着：8点多了，车怎么还没到？这时，一名白人面孔男子神色焦急地快步跑来，他来到为首那人身边，便用完全听不出任何口音的中文说道：指挥使，宋芊芊是让在下问您，车什么时候能到？他说若是今日还不能安装设备，他就要禀报都督府，请大都督降罪了。被称作指挥使的男子烦闷地说道：我今晨便向他禀报了卡萨布兰卡港口货运站电路损毁的事情，同时我也跟那边的同僚确认过，货场的电路确实出了问题，导致今天所有车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列车下午5点多就已经开出来了，今晚肯定能到。他有必要一遍又一遍地问个不停吗？正说着，便听一个女人的声音冷冷道：尹指挥，你我都是为英主效命，我之所以催你，是因为这里的进度早就明显晚于预期，大都督若是怪罪下来，我孙某人至多挨几句骂，可你这个直接责任人，到时候可就没那么好蒙混过关了。指挥使立刻转过身去，便见一个20出头，一袭白衫，长发挽于脑后，英姿飒爽的女子已然迈步走上月台。此女子身穿的白衫颇有华夏古风韵味，发髻上束着白色丝带，腰间甚至还配了一柄纤细的银色长剑。若不是站在这火车月台上，更像是从武侠小说中走出的人物。只是两人此刻相距仍有数百米，但他的声音却能如炸雷一般在那指挥使的耳边响起。他面色一凛，心中暗道：这便是修士的实力，轻描淡写般张口几句话，便能让人心头震慑，便是体内真气都所有波动。若他再多用几成功力，恐怕我连站都站不稳了。骇然之余，他赶紧转身迎上那女人，还未到跟前，双手便已抱拳举于头顶，待行至对方面前时，立刻单膝跪地，恭敬道：千世大人莫要误会，属下并无埋怨千世大人的意思，只是这批货来得确实不易，自采购之时就多有麻烦，又用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到港。本以为今早一定能发出，不曾想货运站又出了电路问题。说到这里，他连忙又道：不过千世大人放心，列车确实已经发出了，就算再慢，半小时之内应该也能到了。那年轻女人没有说话，眼睛看着铁路的另一端，开口道：尹指挥，我会听你说这些客观原因，但大都督未必会。今日这些设备若是能到，你只有3天的时间安装测试，3天之后一切验收无误，你们就要为大换血做准备了。时间很仓促啊。当被称作宋千世的女子一说出大换血这3个字，周围所有人的表情均是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指挥使连忙恭敬地问他：宋千世，属下斗胆问一下，您说的大换血是什么意思？宋千世淡然道：看你们听到这3个字的表现，你们应该已经有所耳闻了吧？你们萧其卫不是死士，
消息没那么闭塞，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上面的特使想来也会跟你们透个风，还用着来问我。指挥使立刻低下头，诚惶诚恐地说道：属下不敢随意揣测上面的命令，只是听宋千世提及，便斗胆一问。若是宋千世不方便透露，全当属下未曾问过。宋千世淡淡道：告诉你也无妨，因为这也是我这次来的另一件要事，拖到如今也该着手准备了。说到这里，他微微一顿，环视众人，开口道：大换血，便是英主要求所有驻地的骁骑卫与家属都要进行轮换，有的是骁骑卫走，家属留下，也有的是家属走，骁骑卫留下，家属留下的，自然有其他骁骑卫轮换过来替代值守。家属离开的，自然也会把其他骁骑卫的家属轮换过来，让你们代为照顾。众人一听这话，心里顿时沉到谷底。他们这些骁骑卫虽然不用像死士那样一辈子活在地下，但依旧没有自由可言。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生命都要靠英主的解药维系。叛逃那是万万不敢的，因为只要赶走，就算破清会不追杀他们，他们也是必死无疑。所以他们这么活着，最大的动力便是自己的家人，因为起码他们还有家人在身边。若是他们表现好，立了大功，他们甚至还有晋升的机会。晋升之后，他们可以到都督府麾下更重要的部门任职，家人也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甚至还有机会将孩子培养成书生。一旦孩子成为书生，便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一定程度上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可是现在破清会竟然要将他们和家人分开，这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打击。那指挥使心情沉重地问：宋千世，这大换血的目的是要让所有骁骑卫都必须和家人分开吗？宋千世丝毫不遮掩，点头说道：当然，只要是骁骑卫序列的，无一人可以例外，包括你这个指挥使。说罢，宋千世又冷声道：效忠英主，不是用嘴说说的，大都督要确保将来你们萌生了叛逃之心，把你们的家属轮换出去，你们想叛逃之前就多了几分羁绊。你们可以逃，但如果你们逃了，你们的家人就会第一时间全部处死，一个不留。若是你们为英主尽忠战死，你们的家人同样也会受到最高级别的优待。宋千世有一些隐情，并未向这些人说明。这个大换血的命令并非大都督吴书同的决定，而是英主吴飞燕的决定。塞浦路斯从骁骑卫到死士全员失踪，让吴飞燕猜出神秘敌人应该有解毒的方法。所以若是这次尼日利亚的计谋不成，他必须要防备那个神秘人再将其他的死士驻地全面策反。因此他想出了大换血的方法，让所有死士驻地的骁骑卫全面打乱。一是让他们和家人分开，二是把他们的建制打破重组，让他们这些同袍之间也彻底断开多年培养的凝聚力。如此一来，若是某个驻地再被神秘人盯上，这些骁骑卫在面对策反的诱惑前，一旦考虑到家人，他们绝不敢贸然被人蛊惑。因为一旦他们任何一个人失踪，他们在其他驻地生活的家人就会被就地斩杀。相反，如果他们英勇抵抗敌人，就算留下一具尸体、一颗头颅，他们的家人也会因此受益。说白了，就是要用每一个骁骑卫的家人来要挟对方，确保他宁可死也不敢叛逃。吴飞燕相信，一旦大换血完成以后，任何一个驻地的骁骑卫都会与敌人血战到底。至于那些死士，吴飞燕也想过同样的换血流程，但是死士与骁骑卫不一样的是，骁骑卫本就与外面世界有所接触，他们有所在国的合法身份，随时可以安排转运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可是死士不行，死士没有身份，而且为了防止死士在转运过程中记住线索，死士的转运需要在死士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所以想把死士也完成换血，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短时间内很难完成。不过好在死士都是被骁骑卫看守的，所以优先对骁骑卫进行换血。
就能够确保每一个死士驻地的骁骑卫奋勇抵抗。几百名骁骑卫的实力也不容小觑，说不定就能守住敌人的进攻，让敌人无法渗透到死士那一层。大换血这件事情，五军都督府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他们要根据每个驻地的地理位置、规模大小、人口数量来确定驻地与驻地间的交换方式。比如，驻地甲的骁骑卫或者家属要分成多少个组，每个组分别与驻地乙、丙、丁的哪个组进行交换。除此之外，交换还必须是循序渐进，不能所有驻地的骁骑卫一次性全上路，这样会造成防卫空虚。所以他们制定了规则，每一次换血最多只能换出去20%的兵力，待补充的兵力到位之后，再能换出下一批。按照要求，杜克矿业这个驻地3天之后就要开始换走第一批人。宋谦士来的这几天，看似是在熟悉情况，顺便等设备抵达，其实是在制定名单列表，确定好换血计划和每批次名单。现在这个计划和名单已经拟定的差不多了，3天之后就会换出第一批。